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这个耳朵一直嗡嗡叫啊，就像那个知了叫啊，又像气流声。很多人认为呢，也许是压力大，也许血压有点高啊，甚至怀疑呢是不是有老化的问题。但是呢，有时候啊，这个耳鸣啊，可能是脑部肿瘤，特别是听神经瘤的一个信号啊。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啊，从现代医学和中医的两个角度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耳鸣，又怎么样让它真正的安静下来。根据美国耳鼻喉科医学会的统计啊，全球大概有15%到20%的成年人啊有过耳鸣，其中1%到2%的人呢，因为耳鸣呢影响了睡眠、情绪和生活的品质。耳鸣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病，而是一个症状啊。这个症状呢，反映了很多可能性，比如说啊，你的听觉神经过度兴奋啊，你的血管波动造成的一种异常的传导，还有中枢神经的异常放电啊，还有精神紧张造成的一种神经性的耳鸣啊。所以呢，耳鸣啊，它实际上是一个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信号。常见的耳鸣的原因啊，你比如说你长期暴露在一个噪音的环境里面，像工地啊、乐团啊，耳机的声音过大啊，或者你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啊，或者你在吃药物造成的副作用，像一些抗生素啊、抗炎性的药物，还有就是颈椎啊，还有颞颌关节比较紧张、情绪焦虑、睡眠不足都可能有。那么什么样的耳鸣我们要特别小心呢？就是这个单侧的耳鸣，或者在耳鸣的同时伴有听力的下降，这里面呢就要排除一种我们把它叫做听神经瘤。这种瘤啊，它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我们把它叫做桥脑小脑角这地方一般你做个 CT 扫描不太容易看清楚啊，做核磁共振可能会好一些这个单侧的持续性耳鸣中这个瑞典的卡罗林斯卡研究院发现呢，3%到5%的这种单侧的持续性的耳鸣患者当中呢，有听神经瘤的情况。那同时呢，时间久了，它还会伴有头晕、面部麻木、听力恶化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去赶快做一个核磁共振的扫描。CT 扫描在后面那个地方看的时候不太清楚。那么这个耳鸣跟我们的大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过去认为呢耳朵出问题，但是现在神经影像研究发现呢，耳鸣和我们大脑听觉皮质的一些异常活动也有关系。2019年美国的这个神经影像学杂志呢发现呢，慢性耳鸣的患者大脑听觉区域会出现一些自发性的过度的放电就像这个音响没有插这个讯号线，一直嗡嗡的叫压力、焦虑、失眠都会让脑部的皮层更加活跃，进一步形成一种耳鸣焦虑的这种恶性循环。耳朵响嘛，你就紧张，紧张以后耳朵就更响就这么个关系。所以呢，治疗耳鸣不光是要盯着耳朵去治，也要盯着大脑去治，盯着我们的内心世界去治。从中医的角度，他怎么看耳鸣呢？中医有个著名的说法，叫做耳为肾之窍，或者叫肾开窍于耳。我们的5大感官跟我们的5个内脏是相对应的，而听力呢是跟肾相对应。任何肾的问题，肾虚肝火旺痰湿气滞这些都可能造成这些问题虽然说肝火、痰湿和气滞，因为它影响到肾经和膀胱经的时候，那它就会造成这个问题。另外，心和小肠也是和我们这个肾和膀胱是相关联的器官，也对这个耳鸣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不同类型的能量的失衡呢，就会有不同的表现和治疗的方法你比如说，对于肾经亏虚的人，他这个耳鸣就像知了叫，比较高调同时又腰膝酸软，容易疲倦所以呢，你治疗的时候呢，主要是要补肾肝火上扰的人呢，就耳鸣容易突发，声音很大容易生气，嘴巴苦，清肝泻火这个肝肾同源呢，肝阴虚的时候这个肝阳就容易亢就肝火容易旺。还有一种就是痰湿了痰湿阻窍，
也就是说，把我们为听觉提供的气血的通道给堵了。这时候呢，除了耳鸣以外，你还觉得头重啊、胸闷呐、痰多呀等等，这时候呢，你就要有化痰通窍的方法。还有就是气血不足的，这种耳鸣的声音很低，加上头晕眼花，这个时候呢，你要是补气养血总而言之呢，很多典型的这个药方像六味地黄丸来补肾龙胆泻肝汤来泻肝火，温胆汤去痰湿归脾汤补气补血。所以呢，调理耳鸣的关键是看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同的体质呢，你如果用的药方向不对，你的症状反而会加重。从日常来讲大家可以配合一些穴位来疏通这个气血，稳定神经。这个耳朵前面专门有一个听宫穴，就可以改善听力，缓解耳鸣还有一个耳朵后方有个凹陷的地方叫做翳风穴那地方呢，摁了以后呢，它可以疏风通络，放松颈部的肌肉。脚的内踝和跟腱之间呢有这个太溪穴经常按揉呢会补肾养精，改善耳鸣的情况手上这个合谷穴它也能够疏肝理气缓解紧张。早晚各做3-5分钟，再配合一些深呼吸日敷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在这个生活上的调理也很重要像一些咖啡酒精含糖的饮料它们都会让血管收缩，造成缺血。长时间戴耳机和在噪音的环境里面也是问题。还有就是熬夜的人、焦虑的人情绪抑郁的人都会有耳鸣的风险。所以呢，大家呢在饮食上呢可以多吃一些含有镁的食物，像这个深绿色的蔬菜坚果，含有锌和 B 族的维生素的，像牡蛎、牛肉和鸡蛋。多水少盐，维持呢我们内耳液的一种平衡。2022年呢，这个神经前沿杂志上发现呢，B12和锌摄取不足的人呢，这个耳鸣的风险提高2.4倍。所以补充以后呢，可以改善症状，增加我们听觉的稳定性。我们有个62岁的男性患者，从事音响安装30年，长期暴露在噪音里面，耳鸣10多年了，晚上都很难入睡我们为他做了听力检查，属于高频听损合并肾虚型的耳鸣。所以呢，我们给他用六味地黄丸再加上温胆汤来调理这个配合这个穴位的按摩和这个针灸。另外戒掉咖啡，改善他的睡眠。3个月以后呢，那个耳鸣就从持续的嗡嗡响呢变成偶尔出现他的情绪和睡眠呢也有很大的改善。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耳鸣它不只是耳朵的问题它实际上是我们全身气血和神经能量的一种失衡。当然了，最近有一些人呢用这个大麻二酚发现呢对改善睡眠和耳鸣有作用。美国的药物前沿杂志呢2023年的研究发现呢，大麻二酚呢可以通过这个神经递质GABA 呢受体，降低呢神经的过度兴奋。所以有的人用这个低剂量的大麻二酚的软糖以后呢，耳鸣的频率呢会下降，入睡更快一些但是更多的临床研究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另外呢，这个产品的质量等等呢也是一个问题，特别是牵扯到大麻二酚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总而言之吧，这个耳鸣它实际上是我们身体在提醒自己应该慢下来，应该静一静从现代神经科学到中医的理论，最终的核心都是一样的平衡气血，安定神经放松心情当你的身体情绪能量都安静下来的时候这个耳朵呢也会慢慢安静下来所以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经验，您的订阅对我们非常重要。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好，我是杨锦端医师我行医30多年，看过无数人在健康退化的边缘挣扎。其实呢，我们不是因为变老了才退化，而是因为退化了才变老。这就是我设计这门抗衰老课程的初衷。
我们从人体的4个维度，就是结构、生化、能量和灵魂，重新校准我们的身体启动我们内在的自愈的力量。不用打针，不用吃药，我们用中医的智慧、营养科学和现代研究，真正活出年轻、稳定又有力量的自己。如果您常常疲劳、睡不好、记忆力下降，或者想延缓老化、优化功能的话，这门课呢，你值得拥有。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陪你一起守住它。